到非常非常好按，而且它也不是悬浮式的，所以它按起来就真的有点要大力一点才可以按下去。我们看一下它两边的萤幕的大小。自从 iPhone 从 5.8 小只的 Pro 把它从 5.8 调到 6.1， 我觉得这个大小就对于打键盘来讲 6.1 是还蛮可以让人接受的尺寸。当然我还是喜欢大只的，因为大只你在看 YouTube 看影片的时候真的是画面萤幕都非常非常大，而且键盘两只手打起来也非常非常赞。但是它的价格就要差7000到8000块，就看你自己有没有那个预算。再来是我觉得大只的真的就是用起来就比较好用，当然手感和手腕来讲就要非常的有强韧的手腕才可以做这件事情。接下来我们就来，而今年15 Pro 和15 Pro Max 有一个最大的差别，主镜头是一样的，广角镜头也是一样，最大的差别是在这一颗镜头。我们可以看到这颗镜头在15 Pro Max 真的是比较凸，那这个是传统的3倍镜，这个3倍镜从苹果大概已经用了3年，就都没有太多因为已经用了3年，没有做太多的改动。而今年这边呢，它多了一个平行四边形的棱镜，所以镜片可以做在外面，而光线可以透过4次反射进到 sensor， 而 sensor 是平面的放在这上面，用位移式防抖的方式，跟我们的主镜头是一样的。而这个防抖的方式是苹果在手机摄影里面非常非常厉害的技术，也是我为什么一直还在使用 iPhone 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Android 的手机，它的都是叫做 OIS 就是 Optical Image Stabilization，也就是抓着镜片然后来做5轴或3轴到5轴的防手震，那它就是抓着镜片然后这样子抖，这样子抖的状况下，在一般的防手震都可以做得非常非常好，但在一个状况是做得非常差的，就是高频的震动。高频的震动像是什么呢？像是我们人拿着手机在走路，然后我们脚踩到地板那个震动，咚，那种高频的震动，那个震动 OIS 是抓不住镜头的。所以你会看到说，当人在走的时候，你用 Android 手机的摄影或是 Samsung S23， 你可以看到它那个震动是震这样子。那在夜间的摄影会更明显，就是它会有一个瞬间很快速的抖动抽动的这样子的感觉。而因为 iPhone 它使用的是 sensor shift， 也就是它的 sensor 是做移动而不是镜头去做移动。当它 sensor 做移动的时候，因为它比较轻，而且它的位移式防抖做得非常非常好，所以当你在高频的震动的时候呢，你在走路的时候，它可以把那个 sensor 可以抓得住。而这样子的影像的避震可以让我们的影像看起来在走路的时候是非常滑顺非常好看的。而苹果是把这个技术用到我们5倍的望远，那这样子我们在望远的时候手在抖啊，各式各样的防手震，这个防手震是非常非常厉害。那我相信苹果是非常知道自己在做，我相信苹果是非常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事情的。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用手机摄影而不用相机摄影？相机有更大的 sensor， 有更好的镜头，那手机有什么优势？手机的优势就是在它的防手震。相机的防手震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相机它是要拿大的 gimbal， 就是大的一般的单眼相机非常非常大，它里面它有一些防抖的功能，但是它防抖功能因为它的 sensor 太大，它的镜头太大，它的防手震只会做到一些，没有手机做得好。再来是为了要让影像更稳定，单眼非常非常大，它的单眼大小大概就是这么大一个 size， 然后这么大一个尺寸，你为了要让它平衡，你必须要用一个更大的3轴式的这种稳定器，那这个整个稳定器会变得非常非常大，而我们在使用的时候通常这样都会要5公斤到10公斤。平常像我们轻松业余的 YouTuber 在拍摄影片的时候，我们只是想把我们故事和我们观点跟大家来做分享。这么大一个设备，第一个价格很贵，第二个画质是非常好，但是我们要把这些东西调好，那我们就会变成是当我们要说故事的时候，我们要经过太多的临界层，也就是单眼各式各样的参数都设定好，我们才可以开始说故事。这样对我们来讲就是太过繁复和复杂。而手机它最厉害的事情是它的 sensor， 它的镜片很小，所以它的入光量不强，所以它低光的表现没有那么好。但是因为它的镜片小，它的 sensor 小，它可以做到一件事情是它可以把防手震做到非常好。而苹果是知道这个优势的，所以它就把这个它最厉害的防手震也放到这个望远的技术。在去年呢14 Pro Max 它有把一颗主镜头，我们这颗主镜头呢它有4800万，同时也可以当2倍，就是说一颗 sensor 它有2个排线可以去做不同的读数。所以我相信未来苹果可以更厉害的把这一颗镜头也许可以提高到更高的画素，它就可以做到比如连3倍都是用主镜头来做这件事情，5倍就用这一颗来做，那3倍可能就是主镜头可以有1倍、2倍、3倍，但它的画质当然就不只是4800万，可能会是更高，6400万或者是更高，这样它做3倍的时候也有1200万。简单来做以下数学的换算，现在4800万是1200万，4合1也就是变成4800万，就乘以4，2倍，所以它可以有一个4800万的主摄和1200万的2倍。那如果它连3倍镜也一起放进去的话，它就是9合1，12乘以9，也就是1
1.08亿画素，所以 iPhone 16和 iPhone 17有可能就会有用到1亿的那一颗 Sony 的感光 CMOS sensor， 这是未来非常有可能的。但你会说，那我用1亿画素的 sensor 9合1，那我们2倍怎么做？9就没办法做成4合1啊。所以为什么今年苹果要推出2400万画素，把4800万和1200万中间去合成一个2400万，就这样差值的算法，在明年或后年有可能就是当这颗主镜头换上是1.08亿的时候，9合1一颗的时候，它可以想办法变成是用这个差值的运算把它变成4合1，所以2倍的也可以用 computational photography， 就是电脑运算的摄影把它做出来。这是我对于未来 iPhone 16和17的简短的预测。这边我跟大家分享了蛮多我自己的观点和自己的想法。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实测15 Pro 和15 Pro Max 在3倍和5倍的拍摄的照片。那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差异是怎么样。我们现在先来分享一下 iPhone 15 Pro Max 这次5倍放大在摄影里面可以做到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相机的界面，然后 4K 60帧的状态下，我们现在是 0.5 倍的。然后我们现在按摄影，这次非常厉害的事情是它3颗镜头的协作变得更厉害。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前面这边有一只咕咕鸡。好，那这只咕咕鸡呢，它有漂亮的有鸡皮的皮肤，还有大大的眼睛。那我们现在是用广角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桌子的状况。它非常厉害的事情是它可以这样，我们这样直接拖，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拉到15倍。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眼睛这样子，然后我们同时在做摄影，然后我们也可以再回到广角。所以我们可以在出去玩的时候拍非常漂亮的风景，同时前面有一个很漂亮的景点，或是很漂亮的端的一些灯塔，或是我们就可以直接这样，我们要看那边有可能有一个美女，或是一只咕咕鸡，我们就可以直接这样子，她的眼睛很漂亮，然后再把它拉回来这样子，然后来看整个广角和整个风景。所以这个对于摄影上面来讲会非常的方便，但是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我们在拉这个变焦的时候，手要记得要缓缓的这样子拉，然后再缓缓的把它拉回来，不要说就是很快这样，其实可以这样很快这样拉过去，但这样子的话，我们拍摄影片的时候，观众就会非常的晕，就说怎么一下子就到15倍，然后怎么一下子就拉回来，这样大家会非常非常晕这样子。当然你也可以就说，我一下就变到，我要看到最远，然后一下就回来，它非常非常滑顺这样子，这是 iPhone 最厉害的地方。那我们也可以这样慢慢的像是调转盘一样，慢慢手调这样子。调过去，哇，真的很好看。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说，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 0.5 倍到1倍的时候，它的跳动是蛮大的。1倍到2倍是数位的裁接，然后到5倍这样子的跳动其实是没有到非常非常大，但是1倍到 0.5 倍它这个位移的差别真的是蛮大的。那当然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物体是离我们很近，所以会有这样的问题。那也许我们在外面比较远的地方的时候，它的视觉差，因为这个距离比较短，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差异。好，这边是简单摄影上面 iPhone 15 Pro Max 的一个分享。好的，那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们的15 Pro， 它只有3倍镜。好的，那我们现在开始已经在录影的状态。这边 0.5 倍，切过来3倍。它最多就可以做到9倍而已，它没有办法像我们刚刚可以做到15倍的方式，只有3×3就是9。那刚刚我们因为有5倍镜，所以可以做到15倍，然后我们就可以这样拉回来。同样跟 Pro Max 一样的事情是 0.5 倍到1倍，它的跳动是蛮大的。所以这就是你花大概7-8千块的差异，就是说有5倍和3倍。你在摄影的时候，这个就只能放大到这样子，就9倍。而我们 Pro Max 可以做到15倍，在 0.5 倍上，14 Pro Max 的白平衡比较白，阴影渐层比较深，锐度比较高。15系列更新了新的 HDR 算法，色彩层次更为自然柔和。2倍的部分 ，iPhone 14 Pro Max 颜色较为鲜明锐化，15 Pro 系列较为自然真实。3倍15 Pro Max 虽然用了差值算法算出来的画面，不过在补光充足的环境，15 Pro Max 的 3X 勉强够用。5倍上，我们可以看到14 Pro Max、iPhone 15 Pro 因为没有原生的5倍相机，画质上会有较为减损的状况，清晰程度由最好到最差的分别为 iPhone 15 Pro Max、iPhone 15 Pro、iPhone 14 Pro Max。接下来我们来测试一下 iPhone 15 Pro 的录音。我们工作室的录音环境目前有冰箱，也有 NAS， 有一些环境的噪音。这次 iPhone 15 Pro 的外放声音，我觉得音场更大，而且人声听起来更清晰，我觉得提升非常非常多，非常的赞。那就让我们开始来听下去吧。